台4架战机抹掉涂装，凌晨密飞美国，除了意味着美台合作有着新突破外，其中究竟还有些什么算盘呢？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台4架 F-16A 战机于25号凌晨秘密飞抵美国，而且与正常版不同的是，这4架战机不只是机身上的机徽被抹去，就连尾翼上的涂装都被故意抹掉了。据了解，这几架战机原定于上周五起飞，但由于消息泄露，随后又下起了大雨，行动计划数次被取消，直到25号凌晨才起飞。夜深人静时，巨大的飞机引擎声把许多台湾民众从睡梦中惊醒，甚至有人认为是要两岸统一了。除了被故意抹掉涂装外，此次凌晨密飞美国也是台飞行员首次驾驶 F-16A 飞往美国。为此，在飞行途中将经历10余次的空中加油。而飞向美国的目的不仅仅是执行相关的训练任务，更重要的是提高战机的性能。所以有台媒称这是美台军事合作领域的一个新突破。那么此次台战机的行动除了意味着美台合作有着新突破外，美台之间还在打着什么算盘呢？对此，有分析认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已经获得了1.38亿美元的修订合同，用于设计和改良 AGM-88 反辐射导弹和自动防撞地面系统。这一系统会用在台湾第20批次的 F-16飞机凤展计划上。这个合作项目预计将于2022年9月30号完成。很明显，此次台战机如此明目张胆地飞往美国，除了意味着美台合作新突破外，也是在明示大陆，就是要以武拒统。如今台独分子的野心也愈加显露出来，毫不含糊地表现出等不及要独立嘴脸。甚至台高官吴钊燮在采访中还叫嚣称，摊牌时刻即将来临，整个台湾都做好了准备。现在许多事情都证明，台湾是在一步步的试探并突破大陆的忍耐底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些岛内的所谓进步分子跑到大陆来捞金的同时，嘴里还不断要求着和平。但要知道的是，去年的告台湾同胞书已经明确指出，大陆人民不希望台海陷入战火，也不怕台海陷入战火。如果一意孤行的话，那台海地区肯定是地动山摇。关于台海局势，我军已多次强调，也多次表态，美国与台当局之间的勾结加深，无论是为了以台制华，还是为了分裂独裁，最终都只能是痴心妄想，而且注定是要走向死亡。我们的军队意志坚定，信心充沛，有足够的能力坚决捍卫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如若敬酒不吃，后面自然会有罚酒伺候。嫦娥5号进展顺利，已采样封装完毕。为何俄专家称中国首创？从未有人这样做过。敬请关注本期内容。最近关于嫦娥5号的消息一直不断，且大多都是好消息。据报道，中国的嫦娥5号探测器在12月1日晚23点左右成功在月球着陆，而到12月2日早4点多，将近5点，采样及封装就已经完成。在这些消息公布之后，俄罗斯专家首次发声，称之前从未有人这么做过，这是中国首创。为什么这么说呢？作为苏联科技遗产的继承国，即使现在由于经济等原因导致在航天研究上进步不大，但是它依旧是全球最强大的航天大国之一。早在44年前，苏联就已经成功探月了，而这些成果现在就在俄罗斯宇航局的保险柜中。因此，俄罗斯专家们的评价并不是空口白话，而是基于科学做出的合理判断。在嫦娥5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并且按照计划采取2000克土壤并进行封装之后，俄罗斯科学院航天研究所核行星学科主任伊格尔·米特罗法诺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嫦娥5号的任务是创新的，它并不是其他国家以前完成项目的重复动作。其实，中国既不是第一个登月的，也不是第一个从月球带回土壤的国家。那么，为什么嫦娥5号能够得到俄罗斯专家这么高的评价呢？据伊格尔·米特罗法诺夫解释，这是因为它有2个特点。首先，是因为它计划带回来的土壤重量；其次，嫦娥5号计划采取2000克的土壤样品回来，与苏联探测器带回来的200克左右相比，是它的10倍。这种增量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做到的。像太空探测器的载荷是按克来计算的。要知道，这次计划仅是带2000克左右的样品回来，嫦娥5号探测器就重达8.2吨，因此每增加或者减少即使1克的重量，那也是需要经过严格的核算的，而且那对于火箭的运载能力要求极高。第二，则是在探测器返回的时候，按照设计是2个设备将会自动在绕月轨道上进行对接，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之前从未有人这么做过。
这一切其实都是归功于此前嫦娥3号和嫦娥4号探测器所使用技术的积累。而此次嫦娥5号最重要的任务虽然说是采样，但是它技术上的成功也为我国探月工程的终极目标月球基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报道，目前我国建立的模拟月球环境的月宫1号月球基地试验舱运行正常，而且已经建立了生存循环系统。现在试验人员已经可以在实验舱中安全地生活1年以上。目前，我国探月工程在一步步按照计划稳步进行，当技术累积成熟，离月球基地也就不远了。印度公布边境新战略，针对中巴边防战略转变，扩大中印对峙，叫嚣让中国见识进攻能力，网友警报拉响。近日，印度媒体爆料，印度的边防战略正在转变，印度军方已经开始对中巴边境采取了新的战略，而这一系列的关键变化将会对巴基斯坦采取惩罚性威慑，对中国采取可信威慑，让中国见识见识印度的进攻能力。印度这是飘了，还叫嚣让中国见识见识印度的进攻能力。据印度报道，印军的这一新战略需要调整总体战略综合，并且不仅仅是在军事方面做部署，还会在经济和外交领域做部署。其中，在与巴基斯坦接触的西部边境将会作为军事重点地区，也就是说，这里印度将会重点打击，凭借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对巴基斯坦采取惩罚性威慑。而在与中国靠近的北部地区将不再限制印军，因为印度会从中部、东部和己方同时对阵中国，这在印度自己的认知中是警示，就是说印度有能力对中国发起攻击并且造成破坏。但是印度并不这么干，只要扩大中印对峙线，给中国一个警告就可以。为此，印度最近正在频繁向与中巴相邻的边境增兵。据消息人士表示，印度往巴基斯坦靠近的地区增派了一支山地打击军，向中印边境增派了14军的预备部队，以及另外第3师1个师的兵力。单就这一点来说，印度这事儿又不安分了呀。不过中国早就言在先，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坚决反对一切危害行为。但是中国不惹事，也不怕被找事，中国有能力挫败一些阴谋。另外，最近自从双方开始撤军后，中印双方就开始了密切的沟通，争取把周边事务全部解决。而且印度疫情2度爆发的时候，中国可是第一个伸出援助之手的。印度当时不仅不感谢，还反咬了中国一口。如今印度再次挑起边境问题，背后究竟有什么目的？印度现在国内疫情严重到几乎已经成为了世界之最，还依然不放弃在边境给中国找事儿，这怕不是有什么其他想法吧？说句夸张一点的话，印度这次怕不是想用军事竞争做借口，把自己的疫情传播到中国，以此来达到自己的强大的目的吧。毕竟就笔者看印度媒体最近还发了一篇文章，说印度尽管新冠疫情创纪录的激增，但是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崛起力量。这番言论着实引人不适，没眼看了就不细说了。反正印度祖传的信心显示的是淋漓尽致，甚至还颇为青出于蓝。话说回来，这也就是个玩笑话，但是印度不顾自己国内疫情严重，还依然3番2次挑衅中国，很明显就是另有所图，说不定就有美国在背后利诱。毕竟印度可是美国针对中国的一张好牌。不管怎么说，网友就说的对，中国必须提高警惕。